觉得它的优点哦，我觉得好像没什么优点，缺点倒蛮多的。第一就是痛，真的很痛，打了2次，那效果不大，根本看不出它的效果在哪里。好，各位书记小志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摩羯座皮肤科医师，只讲科学证据的宋医师哈。那今天其实是有个缘由的，我们请到一位看起来像30岁的50岁的周小姐哦，就是范妈妈。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嗨，大家好，我是范妈妈，我也50岁了。好，那个为什么会找范妈妈周小姐来那个是这样子，就是有一天我们家那个小编有一点神经病，就拿到一篇 paper 叫我看啊，你知道我很久不看 paper 没有？很久看的 paper 都不是这种，然后他又讲说华人的妇女母女，你看这样一直口给这样华人的母女在老化的方向上会蛮一致的，然后小编看到的是母女我看到的是华人的老化会从松弛跟皱纹开始，这是我跟小编看不一样。然后这时候小编就突发奇想，要找我们有一个范小姐，很漂亮范小姐的很漂亮的范妈妈来做一集那个水光的测试，所以我们就找来做水光测试啊，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就是她的皮肤好成这样，还做什么水光呢？我们找到周小姐是这样，当时我找那个我们的范姑娘的时候，她说她妈妈在台湾摆了那个早餐摊，这样那个树叶匪蟹晨星起舞，这样搞了20几年，脸上都已经那个焦黄了，这样，所以我们就很期待把一个焦黄的变成白白的。就我看到她的图，其实也没有很焦黄。来讲一下为什么你会想要参与我们这个实验？因为觉得有年纪了，然后可能皱纹就开始出来了，然后再加上说太阳一直晒，再加上说铁板的高温，然后变成我的那个黑斑就慢慢感觉到它越来越多，对。可是一般人讲到太阳一直晒都会擦防晒，你没有擦防晒吗？没办法擦防晒，在以前可以，但是可能就是接近了那个更年期的那个阶段，然后就很会出汗，没有办法上，而且一上去汗就跑出来了，就没办法。好，所以你就防晒的部分就变成放弃了这样。对。好，那一般来说我们既然会想要防晒，就一定有美白意识嘛，对不对？对。然后又有稍微皱纹了，你没有想到打雷射吗？有去打过了，打了2次，那效果不大，根本看不出它的效果在哪里。为什么效果不大？你知道吗？不太知道。好，其实我们知道了，但是要做个梗，你知道？我们之前有一集大家如果看一下这一集会发现其实做那个皮秒雷射的时候做完皮秒雷射，其实皮肤会有点干燥了。然后我们一开始看那个范妈妈的时候她的皮肤其实你可以看到有一点轻微的斑，就是不是很严重保护的还算不错，也可能是因为皮秒雷射做完以后，可是深部你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深部的斑。但是比较明显的是，左边这个还是正常的皮肤你可以看到正常皮肤，她的皮肤还是稍微有点干那比较干燥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黑斑在传统的华人里面其实很常见，就黑色素生成，还有黑色素代谢失当嘛。那只要你的皮肤是干燥的，基本上黑色素代谢都是适当。健检是这样，健检医师负责讲健检，病人不是受术者负责感受那个治疗跟健检后的好处。那你做了这一次，算2次吧。不过我们看到的图是1次你做完以后你有什么感觉？感觉皮肤变亮了，然后比较水润。没有像以前这样子一摸，就是感觉好像是缺乏水分，然后油分也不够，就会干干的，然后皱纹会比较多。那做完之后回去，老公就说：“你皮肤变好亮哦，为什么？”这个这是老公自己说的，我还没有发现到那么的。你看我又开始口给，这一集不要给我太太看到，因为我从来不会注意到我太太的脸。但是还是要讲一下就是周小姐问一下，你在做这个跟你做雷射嘛？你上次做雷射做了几次？2次。好，做2次这个今天算起来做2次那个水光嘛？可是你做了水光跟做雷射，你的感觉是什么？就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这样？雷射的话，我觉得它的
优点哦，我觉得好像没什么优点，缺点倒蛮多的。第一就是痛，真的很痛。然后做完之后回去又要去做那个术后的保养，但是我接触他们都没有跟我们讲说要怎么去术后保养。对，那我来这边做这一次的这个疗程，有拍图，然后看到它的那个结构，然后做完之后差别一看就差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就是补水，跟我之前那个，而且完全没有痛感，非常的舒服。对，好，所以，在这里我要替同道讲一下哦。大家知道20年前我是专门做雷射的啦。那其实那个净肤雷射或者现在的皮秒雷射哦，不管是哪一种，其实就是一种武器嘛。对。不管大刀小刀，你拿来割牛排的时候都小心不要切到手这样哦。所以第一个，你的刀要够锐利，然后你的力量要够强才能切牛排。可是第二个，你在切的时候要很仔细，不能切到手。回到那个范小姐讲的部分哈，范妈妈讲的部分，就第一个，现在在做雷射的时候，如果医师的训练不够，他其实不敢打太重，其实效果不会太好。但是打得太重，他的皮肤会变干，所以医师其实在那个治疗的那个很窄的窗子里面、很窄的巷子里面左走右走，就是打太轻了没有效，打太重又太干这样。那这个部分不管在雷射或者在水光治疗，其实都是需要证据啊。皮肤健检、肌肤监测能够提供最好的部分其实2个，然后第一个我们有证据，我们可以准确的抓到治疗剂量。第二个，术后你还是可以跟病人解释，然后同时让受术者知道他所做的效果不只是肉眼上，他还实际上看到的情况。医学或者说医学美容好了，最重要的其实是证据啊。所以，身为一个皮肤科医师，有证据，我们一方面可以据以做诊断，然后据以判断剂量，然后同时也是我们自己不断鞭策自己的结果。那这可以看到的是那个范妈妈哈，她一开始做，你可以发现这就做一次，当场做完哦，有一点点小白，然后没有很明显哦。但是你看到更明显的是，他其实做完以后，我们请他回去用橄榄油敷。如果大家对橄榄油敷有兴趣，我们也有影片可以看橄榄油敷，然后再加润和敷哦，这2个搭起来以后，他的皮肤变得更柔软。那更柔软以后，它其实它的角质代谢更好。也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做了2个动作。在第一次做完水光以后，我们又做了一个礼拜的润和敷跟橄榄油敷哦，那你会发现效果比第一次做完效果更好哦。那这时候他只做1次水光哦，跟各位讲一下。那在这个部分给各位看一下，刚刚是看全脸图啊，这是局部的图，你会发现它的那个色斑哦，很清楚的在一次做完稍微淡一点，然后经过润和以后，它的淡就更快，很清楚的告诉你它的色斑很可能非常可能是角质堆积，而不是黑色素哈。然后在这里更清楚，你可以看到它下面这块黑色斑哦，这里一块，然后到这里来，然后到最后你会发现它就整个慢慢淡掉。换句话说，事后的补水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在做水光跟雷射的时候的斟酌哦。如果说它是深部的黑色素，你要选雷射那边；可是如果它不是黑色素，它是角质的干燥堆积，你其实是要选水光这边哦。那更多的证据其实这样，这是50倍哦。你可以看到一开始的皮肤有点干瘪，然后一开始，然后随着做完以后，这是做完那一瞬间，那的保湿就上来，然后保湿了1个礼拜后，你看它纹路就回来的很漂亮哦。然后甚至深部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它的很多堵塞颗粒，在1个礼拜后堵塞颗粒出来，然后很多色素的部分也变得比较淡了，告诉你说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很清楚的，就是角质的润和、乳化跟黑色素的代谢。医疗卫教影片最重要的就是告诉同样情况的人你有什么心得，然后如果重新再来一次，你准备怎么做，这样对吧？所以那个范妈妈周小姐，您对后来者，就如果你这样走过一遭以后，你对后来者有什么建议？如果让我再重新选择一次，有这种可以看，然后再加上说，如果2个给我选择，我会选择不要去痛，然后很舒服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有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可能是黑斑的造成。其实像院长刚刚讲的，我就觉得我们的认知可能就是，不是说很明显的知道说皮肤里面到底是黑色素的形成，还是说它是堆积。那如果说透过这个有去
做那个深层的拍图啊，去了解的话哈，那我就会选择做这种疗程。对。身为皮肤科医师跟各位忏悔一下30年前我们学皮肤病嘛，那对皮肤的结构了解，可是我们其实对美容不是那么了解。后来开始学肌肤监测以后，我们才很清楚的知道说，其实黑色素的生成是一个，你每次只要说变黑，医师就会告诉你说去防晒啊，去打雷射，没有，那是指黑色素生成。但是其实黑色素生成还有一段是黑色素堆积哈，就是说即使你并没有变黑，只是因为你的角质不断卡在那里，然后就产生一些黑色的情况。那肌肤监测可以把这2个东西分得很清楚。那分得很清楚以后，如果你是黑色素生成，我们就用左旋烯啦哈，我们就用抗氧化的。那如果黑色素在深部的部分不断的活跃，我们就用雷射去炸它这样。那如果它是角质堆积，角质堆积就很干燥，你再去炸它，你就会更干燥。这就是很多时候你看到打完雷射后皮肤更黑更干的情况，事实上它就是因为它属于这边哈。那至少我们这次很清楚的告诉你说，如果你把皮肤好好的照顾好，这是一次水光加7天的橄榄油跟润和肤，其实你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稍微表皮清除滋润，然后再加保水功能，你就发现它的皮肤变得比较滋润哦。然后滋润以后，你就发现很有趣哈，它不止本身觉得比较滋润，然后它还会觉得比较美白，这个就是滋润美白。请你看那个皮肤健检的证据啊。到了尾声，我们还是要念一下那个 slogan， 就是我们就不麻烦那个来宾哈，就是老会要给你连嘛呢哈，就是有美容问题找舒肤机械，用科学证据找回你的肌肤自信。讲对了，这太厉害了。